哎，你干嘛？剪指甲？怀孕不可以随便剪指甲哎。我要在哪里剪指甲？如果你真的要剪，要去外面剪。什么？我有包裹了，我要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哎，你怀孕不要拿剪刀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要打开看看呢。台湾的怀孕禁忌啊，怀孕的人不可以拿剪刀。放下。那你打开看。你买了这个，不要放在这里，我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哎，怀孕的人不要搬重的东西。这个也还好，要是5公斤，不行吗？不行，怀孕不能搬重的东西。好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在听电视。怀孕期间不能敲敲打打哎。啊，这个也不能做什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妈。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孕期中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在土耳其跟在台湾有什么怀孕禁忌。所以你要先讲还是我先讲？我觉得先讲台湾的，虽然我现在在台湾，然后孕期中，但是都不知道。台湾有什么禁忌？这样第一个就是怀孕，如果你还没满3个月的话，不能说。在民间的信仰中，其实没有特别的去强调说有这个禁忌。但是如果真的要从宗教上来说的话，因为怀孕前3个月，宝宝的那个元神，就是他的灵魂还不稳定，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像是不好的寿啊或者是什么的影响，让宝宝离开。其实土耳其也是这样的，医生也都说这3个月最不稳定的时间。我们也没有跟大家说，我们没有宣布，像什么 IG 或是 YouTube 过了3个月，我们跟大家说。对，那时候很想要说，但是但是我那时候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知道，就医生也说，就是3个月最危险的时间，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很大，我想啊，会不会掉啊？会不会掉？其实好像很多人连跟家人也不会说，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没办法在土耳其发生的嘛。没有看那个影片的人也可以去看看我们怎么发现我怀孕。那刚好我们那时候在土耳其，所以可以去看看。那第二个呢？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，或者是有人去世了，很像丧事这样子。就也不能去那种地方。是因为气氛不好吗？对，因为可能气氛啊，或者是那里的能量啊。那婚礼的气氛好啊，为什么不能去？因为就是说婚礼的话，因为你怀孕是一件高兴的事嘛，幸福的事情，所以你本身就有一种好像 luck 的能量，好的能量啊。婚礼上又是也是一个好的能量，所以可能2个好的能量会互相这样子对冲。是不是真的第一次听到也不能参加婚礼？因为有人去世，可能那边的气氛就不好嘛。但是婚礼，现代的医学也有讲，这些地方它的气氛比较很高，你的那个心情会起伏很大，这样子，所以对你的宝宝比较不好。一下突然太开心了，或者是太难过，会影响到你的心情。怀孕的人最好就心情稳定的。有些人不喜欢你怀孕了，然后他们在办婚礼，就是不希望有怀孕的人去。他们也会希望你不来。对，其实为什么？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神嘛？怀孕的人是有胎神，然后他也有神。怀孕的人是有胎神，结婚的人有结婚的神。结婚的神是比胎神的 level 高一点，所以可能会打架，对怀孕的人比较不好。那土耳其有这种的吗？如果是丧礼的话，我们没有禁忌就不能去。但是当然那边的气氛比较不好，你会去那边难过，然后那边的气氛不好，当然会影响到你，所以对啊，会影响到。我还是会选择不要去。但是婚礼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快乐的，因为我们的婚礼会一直跳舞什么的。孕妇也可以跳舞吗？可以啊，我现在也可以跳舞。还是不要吧。真的可以啊。不要吧。第3个是什么？不可以搬家或者是移动家里的一些家具。我想要把桌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不行。不行。其实我是想要搬，也没办法搬。为什么不能搬家或者是移动一些家具？台湾的民间习俗就是说，如果家里有人怀孕，那个家就会有胎神。
每天可能都会在不同的地方。那如果你突然搬家或者是移动一些家具，刚好它在那边，对，可能就会用到它，可能它就会对你的宝宝比较不好。在台湾怀孕期间，就是最不能去动到的东西就是床，胎神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会在床的，或者是床有什么床母，有点像是也是一种 god， 或者是一种神。床也有 god，哎呦喂呀，是不是每一个家具都有 god？不要去搬家或者是移动家具或者什么，其实也是合理的。妇产科医生就有说，因为怀孕的人比较不能搬重的东西，搬重东西可能要用身体的力气啊，或者是肚子的力气，不好啊。对，所以对宝宝比较不好，容易流产。现代的医学是这样讲。我在头好像没有这种东西。那第4个呢？不能用针线，我已经用了好几次。或者是拿剪刀，或者是钉子。民间信仰上面就是认为针线啊，或者是一些装潢家里啊，就是有那施工这样子敲敲打打，可能会打扰到那个胎神，不是打扰到邻居，打扰到胎神。对，所以可能对你的宝宝有不好的影响。然后拿剪刀看，以后生出来小孩可能就会有兔唇。Interesting。民间信仰说的这些不能用针线或者是一些比较尖的东西，或剪指甲啊，最好不要在家里做。真的要剪指甲或者是什么的话，出去。对，去外面。什么？离开家里这个地方，因为你做这些动作，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家里的胎神。喂。对。为什么以前的人会这样想？因为搬家或者是搬家具的意思是一样，会担心就是孕妇太累啊，所以就是孕妇不能做家事的意思。孕妇就是要好好的休息，这对样子。，所以我的休息期间来了，所以不要让我做家事。拿剪刀可能生出的小孩会有兔唇，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原因，因为会有兔唇的小孩，就是因为你本身的染色体缺陷。台湾还有很多怀孕的禁忌，在家里不能放一些可怕的娃娃啊，或者是可怕的画，尽量不要在家里出现。这都是民间的信仰，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说，孕妇突然看到会吓到。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怀孕的人不能吃酱油，然后怀孕要吃珍珠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吃酱油，因为酱油是黑黑的嘛。不要说宝宝会变黑。对。有些人会相信说，你吃酱油，你生下来的宝宝皮肤就会比较黑；吃珍珠粉就有点像白白的那种，会变白。对，生出来的宝宝皮肤就会比较白。你应该不会从明天开始就一直让我吃珍珠粉。不会。其实这个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因为你皮肤白跟皮肤黑都是看你的基因。对啊，那台湾还有禁忌吗？还有，好多嘞。有很多台湾禁忌，怀孕禁忌，怀孕的时候不能抱别人的小孩。我的宝宝会吃醋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对，你的宝宝会吃醋，可能会让别人的小孩或者是生病或者是什么，因为你怀孕嘛，你有胎神啊，胎神会让另外一个小孩生病。对。那我抱我们的小孩。最后一个台湾的禁忌就是孕妇不能吃螃蟹，所以如果孕妇吃螃蟹的话，可能就是会很惨。发音不同，很惨不是就很惨嘛？所以就是会难产。发音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又因为说，因为螃蟹有8个脚嘛，所以生出来小孩多一根手指。因为我知道的台湾的怀孕禁忌就是差不多是这样。我觉得一定有更多。那还有什么台湾的怀孕禁忌？你们也可以留言，在底下留言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。对，土耳其有什么怀孕的禁忌吗？有，怀孕的时候不能剪头发。好像台湾也有听说过。如果你剪你的头发的话，宝宝的寿命会变短。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我想是因为从你身体上的一个东西不见嘛。然后可能影响到你宝宝，可能身体的一个东西不见，是不是？可能啊。另外一个是手不能过头，这样子让拿着东西。这个算是禁忌吗？这个台湾也是说，孕妇不要拿
很高的东西，因为你可能会拉到，把那个拉断嘛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，你们知道怀孕的时候，孕妇会忽然很想要吃东西。那如果你那时候不吃到你很渴望的东西的话，宝宝会有残疾。宝宝会有残疾？对，怎么可能？所以我下次想要吃什么，你就要给我。这是乱说的吧？没有。如果你那时候很想要吃一个东西，但是没有满足，没有吃到，就会宝宝身体会有一个斑点。应该不是。我很想要吃那个哦。如果你想要避免这个情况，你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你要把你的手掌舔3次，然后说：“我吃到了，我吃到了，我吃到了。”真的是这样？对，是不是比台湾更奇怪？有点夸张，这有点夸张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我之前也会可能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，忽然很想要吃，不吃也不会怎么样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怀孕的时候，我真的如果很想要吃一个东西，好像很想要哭的感觉。我不是一直想要吃冰淇淋吗？结果没有吃到吗？做到冰淇淋的梦。真的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，到好像哭的感觉。这个应该是你的荷尔蒙作祟。还有另外一个是，如果你没有吃到你很渴望的食物，你的乳房会肿起来。为什么？吃到什么东西过敏？乳房怎么会肿起来？还是她的老公没有按摩才会肿起来？她应该是要去看医生，不是要吃东西。还有什么？怀孕的人不能吃内脏，人们相信如果吃内脏，宝宝的身体上会有一个斑点。那好像台湾也有说，怀孕的女生最好不要吃内脏的食物。怀孕的人不能闻玫瑰，这个有什么关系？也相信宝宝身上会有斑点。真的。如果有一个你的朋友或是客人来你家，然后你泡茶，泡茶之后我们不是会倒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吗？如果你是怀孕的人，不能倒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是不是怕倒了，好像因为水倒出来，好像流产的意思？有道理。不知道嘞。你可以泡茶，但是你不能倒茶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怀孕的时候你要注意，你要碰到什么，像什么内脏、草莓、肉类的食物，碰了之后你不能碰到你的身上。但是你已经碰了，这个也是你的身体啊。对啊，所以是身体。除了手以外，随便什么也会有斑点，是不是？就不是斑点，宝宝的身上会有像类似食物的形状，草莓吗？有可能宝宝的身体上会出现那个看起来像草莓的那种斑点。因为土耳其有这种迷信。我觉得我看好像怀孕的人最好不要去什么那种待在家里就好对了。最好待在家里。怀孕的人看到熊，台湾也很难看到熊。你的宝宝会有很多毛发，长得像熊。对。熊不是有很多毛吗？对。所以你宝宝身上也会有很多毛。这个应该是真的是迷信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如果看到兔子会裂口，我知道的土耳其的怀孕禁忌就这样。我遵守吗？没有。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有怀孕禁忌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压力。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其实让你更有压力。真的。不要碰到这个不要做不要看熊不要看兔子，不要吃这个太累了吧。对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你心情愉快，不要有压力，要开心，轻松，没有压力。没办法呼吸。对，
今天就聊到台湾跟土耳其的怀孕经济，有些差不多，有些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但也有可能有更多怀孕的禁忌我们不知道。对啊，如果大家知道还有什么怀孕禁忌的话，可以在以下留言讨论。所以我们今天聊到一些台湾跟土耳其的怀孕禁忌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还有在其他平台可以关注我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